是被车撞了吗？快念降书投降！城里都他妈没病了，俺们山匪可不想跟着这帮流民一起陪葬。右相府，严嵩，这印。我奉陛下之命前来剿灭反贼，还不速速投降？认罪投降后，我们都得被灭口。找死！全城百姓都被定成反贼了，更何况你们还是山匪。现在去投降，你们连死法都没得选，拼死抵抗反而有一线生机。一炷香，拿不出办法，我扔你下去喂狗。降书写的不错，就是太急了，急着让我们认罪，还是急着给谁交差？进山暴乱已成事实，你还敢狡辩？还不赶快投降！你们军粮只够数日，伤兵缺药，甲胄破损，若强攻进山，未必能快速拿下，反而会被拖成亏本账。哼！你区区一个小县令，能知道军中多少事？你们军营里炊烟少了一半，马棚草料不够，伤兵棚药箱空着。不是我懂军务，是你们饿得太明显。等攻入城内，你投降可就晚了。哼，那我就在城内等着大将军来抓我喽。想活的，报本事，我会算牌。去临时账房，算错了清册。我嗓门大，非我莫属。安民宣传队，要骂的有重点，别乱骂。我会偷鸡摸狗。偷鸡不行，偷情报可以。登记。大人，偷鸡的也登记？当然，写清楚岗位待定。你这是招人还是收妖怪？都一样，能上岗就行。大人，他们攻城了！这群小崽子都跑了，没人敢守。刚才说自己胆大的，都站出来！站出来的记功，不站的，城破一起倒霉。记功，死囚也算吗？算，只要还喘气，就算。你疯了！他们出来，先抢的就是粮仓和县衙。不开，全城连被抢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不怕我们先把你绑了？怕，但外面那些人动作更快。你说减罪，朝廷认吗？朝廷以后认不认，我管不了。今晚，我先认。协上，赵奎守城。这功算我的，我先顶上的。没我地木庄，你早下去了。别吵，主公、协公都记。啥叫协公？就是没你不行，没他也不行。停下没？先守完再算。城守住了，现在该说说粮归谁管了。城是你守的，粮是兄弟们抢回来的。县令大人，总不能嘴一动就让我们白干。刚守完城就想抢粮，谁先动手，谁今晚功劳先清零。大人，再乱一次，城内就散了。所以不抢，也不夺，算账。抢一袋粮，只够今天吃；护一条粮道，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都有饭。老子是山匪，你让我给人送货？你以前也送货，只是货主一般没机会签收。黑风物流总镖头裴虎负责护粮、押运、山道传信、按件计酬。黑风物流，听着像卖菜的。那叫黑风寨临时山道军需押运协作队，还是物流吧。短点，山匪都有名头，死囚只有编号。明日上功过榜，所有人都记名。老子以前劫道，现在接单。差一个字，事儿怎么这么多？
大人，昨夜有人在粮仓后墙留暗记，巡逻衙役只抓了2个偷馒头的小孩。大人，让我们山匪去巡街，肯定可以抓到那间。哼，大人，我们死囚队也能查人。你们一个太显眼，一个太吓人，真内贼远远看见就躲了。那你说谁能盯？乞丐。你这县衙人才来源是不是太宽了？老爷，这粥喝了，是不是就要钱卖身契？想多了，你们这身板卖都卖不上价。街面巡查临时排，记陌生人报异常，敲锣报火情。我要是看错了呢？看错不罚，乱编才罚。你们报线索，我来判断。那我懂了，这是让我们当大人的眼睛啊。他说自己是本地人，可吃羊杂不配蒜，进山人再穷，吃羊杂也得配蒜。也许人家不爱吃蒜。他还问了第3次粮仓位置，走路避开3处积水，用的是外地新钱。抓到了！守住城又如何？招引城里有人等这座城变成哑巴。这是瘟，是镇抚军放出来的。大人，镇抚军喊话了，若城内有疫病，立刻封死城门。病还没查，封城的话倒先来了。发病的人喝哪口井？吃过什么？住哪条街？衙役还没问出原因。老爷，乱葬岗有个风衣，可能知道。带路。这女人半夜跟死人说话，邪门的很。死人比活人诚实。你不是来抓我的。抓你之前，先救城。原因是什么？水源、食物，还是尸毒？发病者集中东市和粮仓附近，同住者未必发病，不像瘟。共同点是都在喝东井的水。风景会容易暴乱的。不封，会倒更多人。能确定不是瘟？8成，剩下2成不确定。先别乱喝水，不是瘟，是有人投毒。风筒，登记病人，查运桶人。这不是病自己来的，是有人把病送进井里。老子一辈子没洗几回手，不也活得好好的？手伸出来。山路灰大，正常。所以更该洗。洗手煮水都是折腾穷人，谢兆雪是妖女。县令要控制你们。老爷，他喊得最凶，却一直躲开水桶和病人。乞丐巡查司堵巷口，死囚队守后门。陪虎别乱砍。我什么时候乱砍了？你握刀太自然了。和井水里的东西一样。这种人不当场收拾，留着干什么？留着证明我们不是乱民。他活着，背后的人才睡不安稳。大人，县库穷得很清楚。抄毒坊，这毒坊老板不是好人。抄毒坊只能拿死钱，改毒坊才有活水。说人话。合法的让他心疼。老爷，小本生意经不起查呀。你这小本，能把半条街压进去。老爷要周转，利息好商量。不借，直接给我。金蝉赌坊暂时停赌，改金蝉票号。1号取票，2号对粮，3号登记工钱，4号以工抵债，5号处理争议。这是我半辈子心血啊！不白拿，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那还不如白取呢。我干活真能抵债？能，但再赌，翻倍计债。对，再赌翻倍。你兴奋什么？以后不许设赌局。你这本事，用来骗人可惜了。
老爷，我一般不骗人，我是让他们自愿糊涂。完了，正经生意好像真能赚钱。大人，再这么写下去，我不是殉城，是殉账。城里有没有懂账、懂工、懂文书的人？流放营里有旧官，可他们不愿碰公事。那群废官除了喝酒骂街没用。没用，那是你们没给他们安排岗位。县令大人把赌坊改票号，把山匪改标队，把死囚改守军，现在又要把旧臣改账房。修正一下，你是财政主事。老夫没答应上任。你已经开始干活了。那墙不是修，是糊纸。东南角旧墙和新墙接缝不对，空了是什么意思？下一波工程3次撞击就能塌。这是自己坏的，还是有人坏的？自己坏不了这么整齐。若大张旗鼓修墙，内奸会传消息；若不修，城必破。封锁消息，对外只说夜间加固。对方借旧水渠设杀局，我们反过来设缓冲陷障。老爷，大张用这玩意儿是不是太损？对方都把墙掏空了，你还给他摆香安？山匪搬东西，死囚守门，听着怪，总比你们以前蹲牢里强。都别吵，活下来再争谁更光荣。他们果然拿到了城防消息。他们还真冲这儿，谁告诉他们的？脑子挺坏，运气不行。燕晨州，本将迟早拿你问罪。排队，城里想拿我的已经排到下个月了。老爷，今晚我守了缺口，功怎么记，罪怎么减，你得说清楚。明天上榜。老爷，昨夜趁乱从粮仓搬的，还没卖，人先被我堵住了。我们昨晚守墙了，拿一袋粮怎么了？闭嘴！守城有功，赏；趁乱抢粮，罚。那还不是白守了？不白，功照记，过也照记。凭什么？你守城救的是全城，抢粮害的也是全城，一笔归一笔。两人守城功保留，偷粮记过，加倍参与粮仓搬运清点，期间不得碰分发，再犯取消本轮减罪资格。死囚队好不容易有条往外走的路，谁再把路堵回去，老子第一个不答应。功过分算，确实能稳住人。算不清，就会打起来。老爷，今晚我申请继续守缺口。第一次见死囚这么有上进心，方向有点吓人。守了就记功，守了就记，犯错也记。行。今日县令证明，立功不能当免罚金牌。初步判断，大家以后干坏事前可能会先算账。明天把所有人的功过都挂出来。我这债真少了。写错了可以申诉，别把榜撕了。凭什么他们在上面，我们搬了半宿木头？搬运物料记运功，守缺口记守成功，类别不同，不可混算。那我能不能申请搬运类第一？你以前抢山头，现在抢榜单。山头抢了犯法，榜单抢了光荣。老夫曾在户部也没算过人头斜弓。斜弓凭什么少半等？我搬石头算不算技术工？分级，
主攻、协攻、从务攻、情报攻、纠错攻。你这话听着像邪门口号。老爷，这榜好啊！人一看自己差一点儿，就会想再干一点儿。你最好说的是正经营生。金朝票号，现在正经的我夜里都睡不踏实。老爷，有个人不看榜，只看谁看榜。去哪儿？奎哥，我怕这榜不算数。差多少能减等，自己看。辛辛苦苦搬了半个月粮，就为陶玉记大过。下次想跑，先去5号窗口申请，不能再让这座城稳下去了。货物登记、路线登记、押运人数、损耗责任、签商回正，全写清楚。若货丢了呢？再抢！按契约赔，查原因，补登记，不私下动手。不错，有服务意识了。这词儿听着不像好话。第一单，粮车3辆，药材2箱，封签已落。裴虎，你黑风寨真给商队当狗了！这批货，黑风物流接了单，谁动货，谁砸我招牌。哈哈哈哈哈！山匪讲什么招牌？以前老子劫道，现在老子接单。你抢我客户，比抢我山头还严重。想看就看，别把眼珠子拐弯。总镖头虽凶，但守信。若能少瞪人，旅途更佳。这算夸还是骂？客户反馈，能不能把给差评的打一顿？不能。裴总镖头又来生意了，麻烦。少废话，先让他取号。你们真以为榜上写几句命就能改？等围城一解，县令为了给朝廷交代，第一个送你们回牢。我就说，官府的笔想写就写，想抹就抹。今晚开东侧小门，外头有人接应，走了才有活路。外票谁接应？愿意救你们的人。你想让我们开门，不是逃命，是送城破。缴获的暗号与前几次联络符号相同。你们怕我赖账？可以，账就在这里，每天看，每天查，少一笔来骂我。朝廷不认呢。县衙先认，进山百姓先认，镇抚军签过的军需文书也会认。凭证够多，想赖的人就得解释为什么大家都在说同一件事。我不信官，我信账。死囚都开始抓内贼了。死囚举报反贼，这事儿写出去谁信？老子快有偏执了，别碰瓷。不错，有单位荣誉感了。你们以为把人管住就赢了？招引城里的人要的就是进山重新乱起来。刚攻完城，还想要粮，脸比城墙厚。不给，他们继续攻，白给，城内怨气会起。送，但不能白送。你要他们签收，不止签收，要欠条。围城军向被围的县打欠条。围城军向被围的县打欠条。老爷，你比山匪还损。粮多少要多少，折银多少都得写清楚。欠债不怕，怕的是他不认账。你以前是不是经常让别人不敢不认？以前不懂事，现在为公家办事，山匪也敢让军中签字？黑风物流正规押运，吵架令要算。临时军需借攻，本将围你的城，你还敢让本将欠钱？将军可以不欠，那就把粮药退回。燕沉舟，本将记住你了。记清楚，账不好赖。借粮、借药、修甲，合计7万两。他们围城20日没破城，反欠咱们7万两。初步判断，想开分店。少贫，欠条只是拖时间，不是赢。县令，你写这么多，老子看不懂。看最后一行。净利，老爷，你这画法不像咱们这儿的。一种账房表格，别问，看钱。加入县衙以后还算山贼吗？可以叫山地运输特种队。黑风物流能不能也改这个？
牌匾刚做，改名要花钱。那算了。我这寨子善夜路，暗夜疾风队不行，太像话本反派，改蛇牙情报线。不够凶。凶不凶不重要，有工钱比较重要。登记人数、路线、武器封签和货物交接，不得私抢货，不得伤商队，接单分成，出事赔付。以后抢谁都不许抢客户。更准确一点，以后不准抢。老爷，转型要过程。老爷，这条旧路能绕开镇府军封锁。腹痛发热，还在零星出现，东市旧渠附近最多。污水乱倒，景渠不分，之前的事还会再来。修渠建测，雇人运灰，处处要钱。我一个物流总镖头，现在还要查人倒水，兼职。有损威名。你以前威名也不怎么干净。不想再救一城病人，就先把城弄干净。倒椰水还要定点，县衙管的也太宽。门口最脏、乱倒最多的街区，清污费加1成。主动清扫，配合修渠的人，公票奖励，摊位优先。昨晚就是你家乱倒。老爷，这条巷子问题大，怎么判断？我还没进去，眼睛已经想辞职了。停！老爷，这不像普通废物。这不是民企，是军械箱。封现场，登记发现人、地点、箱数，谁私自打开，记中过。怎么开，谁开的，开始几人在场都要写。不写清楚，别人就能说箱子是我们塞进去的。印朝边军制式，不是山匪能弄来的。账上写着途中损耗，可损耗的东西埋在进山水渠里。认得，我父亲查的边军假药案里出现过这个押运记号。当年边军劣药延误救治，我父亲准备上奏，却被反咬贪墨误药，谢家因此流放。登记，再辨认。你父亲的案子要翻，就不能只靠你记得。我要让他们赖不掉。右相府军需司库案记，严相不是要平乱，他要什么？毁灭证据。从现在起，燕山县不是反贼窝，是证据窝。昨天还能对，今天说我是假票，县衙是不是要赖账？老爷，出大事了！暂停半个时辰，核善后兑换，真票照对，假票追源。谁干过活，不会白干。凭什么信？凭功过吧，公册。票号3本账一起查，只会假，人干过的活，进山县不会假。真票指纹厚，印泥里混细金粉，编号旁有暗点；假票纸薄，印色浮，编号却仿得很像。外行做不到。有人看过我的底票，谁接触过？票号刚改时，人手乱，旧账房、伙计、亲戚都帮过。想到谁了？我弟弟钱小宝。人刚走，这是小宝衣服上的。你弟还挺能惹事。不可能啊，他胆小，没这个本事。他未必是主谋，但一定被人借了手。假票不是为赚一笔，是为毁掉票号信用。钱小宝在城南旧仓等人接应。老爷，若真是他，这账我亲自查。把住后门！哥，我真没想害你，他们说只是印几张空票，换点粮而已。你知道票号没了会怎样吗？修墙的拿不到公票，领粮的对不到粮，欠债的没法还，医术没药材，全城都会骂县衙骗人。这不是偷钱，是拆我们的信用。果然是严相的人找上钱小宝，不是让他发财，是借他的手毁票号。按规矩办，他参与了多少，
记多少，该抵供抵供，该追账追账，该供出上限供出上限。哥，你不管我了？我管你，所以不让你继续烂下去。钱小宝非主谋，但参与伪造散票，登记问责，以功抵责。真票要看指纹、暗点，没有多余的粉。被误骗的主动上交，不追重责。真干过活的，凭功过榜、公册、见证人补发。钱掌柜连亲弟都没护着，这票号还能信一回？别感动，排队对票，感动不能当粮。今日新增存票和公票登记，比昨日多。出了事也认账、纠错、补偿，信用反而更实。正道真香！以后谁再造我的票，我不骂他缺德，我骂他不懂技术。你凭什么看死人？你是不是拿人命做文章？我看死人是为了让活人少死。老爷，他是自己人，还审？正因为是自己人，更要让所有人看明白。去县衙公开问讯，谁有疑问，当场说。为何封井？为何隔离？隔离？为何验看死因？一项一项的回答。东井投毒时，先发病的7户都喝过同一口井水，未喝的人未发病。我之前骂过他，可我家人按他的药和煮水规矩确实好了。他嘴冷，可药是热的。他父亲当年就是罪医，他当然也不可信。不是本街人，前几日才入城。谢医官，说清楚。我父亲当年查边军假药案，准备上奏，却被反咬贪墨误药，谢家流放。我验水、验药、验死因，不是为了吓人，是不想再有人被一句病死糊弄过去。毁医署名，乱病案焚旧迹。他们怕的不是谢兆雪看死人，是怕他验出真相。听不懂他们说什么，但那手势像是约人走旧山路。抓！战俘一逃，城防就卸了。懂贵族方言，识不足路标，却装不识地图，那更该抓。先看他想带多少人走。逃跑之前，先把离营手续补一下。你早知道，知道的不算早，但比你出门早一点。为什么逃？你们阴朝人说规矩，最后都用规矩杀人，所以我才让规矩写在纸上，挂在墙上，让人能查。我是北狄公主，要杀要押，随你。敌国公主藏咱们县，老爷，这岗位有点危险啊！身份敏感，若处理不当，朝中必拿来做文章。你会几种北狄话？懂商路吗？懂部族关系吗？知道盐、马、药材从哪条路进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你身份很麻烦，但能力很值钱。老爷，她是公主，那更好，自带高端渠道。你拿公主当翻译？边贸翻译兼战俘营管事临时上岗，所有接触备案不许私逃，不许煽动。有一条旧墓道，能绕开政府军封锁。最极限战俘、公主、边路、货物，随便拎一个，都够朝堂炒3天。所以不能私下交易，要做县衙监管下的战时临时护士。货物登记、人员检查、收益入账、交易流当，只换盐、马料、药材，不碰违禁物。你们这样做生意，不嫌慢？慢一点，死得晚一点。我先声明，边贸赚钱不是我的本意，是金钱自己跑到我荷包来了。先入公账。顾老，
您真是机会路上的绊脚石。你们买东西也砍价吗？比你们砍人狠。那我喜欢。印钞县衙的货不会惹麻烦。每件有编号，每笔有账本，麻烦归麻烦，但不是赃货。你们不像走私，像搬了个衙门来做买卖。我们老爷说，买卖可以小，账不能脏。这几味药医属正确，你答应改善展府营，是真的。写进账里了，赖不掉。老爷，随队一个脚夫一路不喝水，却总订封签和账本。他在城门角落留了这个。边贸队里混进来的，不只是商人。老爷，这一发出去，白花花的可都是钱啊！放心，发的是票，不是你的命。在我心里差不多，3账对应才能发。按工领票，按工抵债，按岗分成，冒领记过。这纸真算数。现在进山算，以后我会让更多地方不得不算。老爷，这钱干净吗？那花起来会不会不习惯？多花几次就习惯了。这牌子能换肉吗？暂时不能。那能换尊严吗？先换粥，尊严这东西得慢慢攒。明天的活，这世道真怪，欠债的开始判加班。混进边贸队的探子失踪了，估计把进山发工资的事也一并送出去了。该来的奏报终于要来了。今日剑山县第一次发工资，死囚有文书，山匪有分成，乞丐有揭牌，赌徒有公票。初步判断，反贼窝开始像个衙门了。陛下，晋源县新任县令燕辰州私放死囚，收编山匪，任用罪官，私设票号，启用敌国俘虏，还逼镇抚军签欠条。私放死囚等同纵乱，私设票号扰乱钱粮。晋山县本就是罪极重地，此人以县令之名行乱法之实，若不早治，恐成边患。严相说进山乱，可乱到最后，镇抚军为何欠了他7万两？此人狡猾，正以有能力，才更危险。臣请派钦差接管进山，拘押燕辰州。奏报中写的入城登记、黑风物流、驴车线路、功过榜，具体是什么？父皇，若奏报为真，这县令不是疯子，就是奇才。也可能又疯又有用。坐在招运看奏剧，看到的永远是别人想让朕看的东西。父皇要亲自去微服。若进山真乱，早治；若奏报被人歪曲，那朝堂里更该有人被治。进山内部已稳，功过榜、票号、物流、医属、边贸都在运转，百姓开始站向燕辰州。他把证据坟场变成了证据工厂。若皇帝亲眼看见印山，那就让他看见更乱。燕山虽录反记，但证据尚不体，等皇帝亲眼看见乱象，再动手。后头的别急，取号、登记、称货、封刀。谁乱插队，谁去扫厕。都给老子排好队，再朝朝把你们都关起来。这到底是反贼窝，还是账房门口？哎，那个穿得像掌柜的，回来排队。姓名、来路、货物、随行人数，有没有违禁品？是人是货？什么叫是人是货？有些商队把人写成货，把货写成人，账乱。我们这儿先问清楚。大胆！你可知我家老爷是什么人？知道，没取号的人。山匪也敢在城门收税？放屁！这是服务费，税是朝廷收了不一定办事，我们收了真护送。若有人不交呢？有钱交钱，没钱登记做工，闹事儿记过。见山不怕穷，就怕不排队。县衙方向坐驴车1号线，货铺方向2号线。
叶氏3号线乱邮果皮，随地皮谈，辱骂工作人员，都会被巡查司登记。若我不坐驴车，自己走呢？能走，迷路别骂路牌。新入城商队，气势像官，不会排队，需留意。进城要取号，见县令还要坐车？老爷，咱们走过去便是，何必坐这种车？坐，人还不走？人没满，不走。我加钱，加钱可以从下一班豪华驴车。第一次来，别怕，剑山驴车很稳，就是驴脾气像燕大人，催不得。我以前犯过事，现在去工坊搬料。今日有勤务工，老爷若怕，我坐后头。你真觉得能还清？不知道，但榜上有数，比以前强。这城里怪人多，但暗号坐车，不按身份挤人。您坐稳，别怕。董事到了。县一个县令还要排号？县令不在，去东市巡夜市筹备了。集市可登记，非集市排号。何为集市？死人、失火、投毒、骂县令，不算集市。我走了半辈子衙门，第一次见县令也要排号。这怕不是提前布置的表面功夫。素面2文，肉骚加1文。粮票可抵，铜钱也行，但要走夜市账。你以前做什么？以前死囚，现在白天修墙，晚上卖面。摊位收入一部分还债，一部分入夜市税账。死囚也能摆摊儿？能啊，摊位登记、食材检查、收入入账，不闹事儿就能摆。银子太大，去票号小窗换开。夜市统一走账，逃税罚清册。有银子也得登记。燕大人说，钱不进账，就跟饭没下锅一样，看着有，吃不着。外地客第一次来，小额消费建议换散钱，省得耽误吃面。金蝉票号，同狗不牵，偶尔心疼。若掌柜私自多收呢？罚钱，记过，公开道歉。严重的，停窗3日。别看我爱钱，我更爱信用。你不愿县衙管得这么细？以前没人管我，我也没把自己当人。现在管得烦，但至少知道今天干什么，明天能得什么，犯错会怎样。我不懂大道理，是以前活一天算一天，现在能算明天。欠债要还，逃税清册，契约看清，收水不。这里的孩子不背经义，背也背，但燕大人说，先学会别被骗，别乱喝水。债要还，逃税清，这也算启蒙。收水不饮。家中有人发热腹痛，先去哪儿？去医署左门登记。有人让你签借粮契，却不让你看数目呢？找票号或县衙问。若对方说自己是大官，能不能不排队？在剑山，越是自称大官，越要让他排明白。为何不多教诗书礼义，反而教这些琐碎规矩？诗书自然要教，可乱世里，孩子若连生水不能乱喝，契约不能乱签，迷路要看路牌都不懂，诗背得再好，也可能被一张假票骗走口粮。那小子嘴臭，但有句话没错，乱世里，孩子得先学会活。我爹修渠能抵赌债，债少了就能去工坊学木工。我以后想进医署，谢医关凶，但能救人。你们不怕死囚山匪也在城里？以前怕，现在只怕他们不按规矩。赵奎叔守城有功，
裴虎总镖头送货很凶，但货不丢。若边境各县都能这样教孩子，至少不会轻易被假票谣言蒙吞。老爷，这毕竟是最极限，不能把特例当常法。燕晨州为何让你教这些？因为他觉得老夫骂人文雅，适合教孩子少骂脏话。周先生，县令在医署处理分诊纠纷，让您派几个学徒去抄登记牌。医署，去看看。先生，他们想什么？想麻烦。家属止步，要进去先洗手，登记来由。原来学堂真按医术规矩教。发热未退的留左院，腹痛好转的转观察。医者仁心，怎能把病人像货物一样分区记录？不是不让见，是先防交叉。你懂病，还是我懂病？放肆！未分区前，同住同饮，多人发病；分区后，病况稳定。人心救不了误饮的水，也挡不住乱闯带来的风险。病亡之人也如此封存。分区不是冷泄，是为了减少混乱。不洗手的人，别碰病案。听见没？在这儿，手比身份重要。病案不是糊弄，是为了追水源、药材病情变化。若病人家属不信医嘱，强行要带人走呢？想带走可以，签字。出了问题，别回头说医署没提醒。你这药袋从哪儿来的？这药袋上的缝法是太医院旧药房的。寻常旧物，谢医官认错了。若只是旧药袋，你们也要查？旧药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旧药袋和旧案对上。拓个封口纹样，不夺你们东西。若无问题，医署登记后归还。燕大人，老夫想问一事。问货运找裴虎，问病找谢兆雪，问我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事。你为何敢任用死囚、山匪、赌徒、旧官、战俘？这些人若反咬县衙，不比不用更危险？当然危险，不危险的人早不在进山了。朝廷把人分成忠臣、奸臣、良民、罪民，分完就以为事情解决了。可这些人还活着，还要吃饭，还会害怕，也还会干活。所以你不问善恶，只问有用。善恶要问，但不能只靠嘴问。那燕山怎么分人？能干活的和暂时没找到活干的。若这些人将来犯事呢？犯事就罚，立功就赏。不能因为他昨天是山匪，今天护粮就不算；也不能因为他今天立功，明天抢粮就不罚。你倒是会说。不是会说，是被逼出来的。印山没有干净牌可打，只能把烂牌按规矩摆好。你就不怕朝廷说你乱府？奏报只要减掉前因后果，谁都像反贼。说朝廷真来问罪呢，那就把账票、功过、人命、粮食一样一样摆出来问。剑山不是没罪，是不能只剩罪。老爷，死囚营那边有人打听减罪文书，走去看看谁又想点火。这地方连死囚都像在衙门办差。可疑人在里面，送柴的杂役，鞋底沾着客栈墙根的灰，不像送柴，像踩点儿。老亏死囚矣。接应以后给文书吗？给粮票吗？救罪谁算？离开禁山，你们就自由了。没有凭证的自由，老子听过太多次。举报内奸算不算功？谁让你来的？他不是来救我们，是想把城重新点乱。死囚不乱，还有刺客。大人物死在禁山，你们谁都洗不清。常13，客栈、医署、夜市、货铺，全县盯紧。明白。几位，今晚别乱走。进山有人要把你们变成证据。这些账是为应付外人临时整理的。临时整理不出这么多错漏相抵的账，真账丑，但能对上；假账美，却怕细看。镇抚军借粮
借药、修甲、运送折银，全有签收。连围城军的欠账都记，金柴票号，账目清楚，同走无期。他们吃我们粮的时候，可没嫌自己是围城军。信的不是我，信的是出了事也认账。信用不是不犯错，是犯错后能查扒，能补。这些人名都公开，该公开的公开，该密存的密存，否则功劳没人信，过错没人认。严相奏报里只写了私放死囚，减掉守城和举报内奸，确实像私放。客栈附近发现的暗号、烧饼摊、药铺灰、夜路脚印，都对上了。一步封城，刺客想让进山乱，全城一丁，百姓先慌，货物先堵，谣言先飞，暗中布控，明面照常。若刺客真来，你担得起？担不起也得担。进山这城好不容易像个城，不能让几个刺客下回反贼窝。老爷，刺杀局不是要来，是已经在城里摆好了。货名、重量、去处，易碎不易碎，写清楚。漏写了，别怪我赔得不痛快。这批瓷器走西路，怕颠。西路坑多，加护垫，押运费多1成。摔了按气赔，不写自己不小心。老爷，山匪开票比户部小吏还细。看着，裴总镖头，上一单香角磕了，要赔。票据拿来。香角出城前有没有列？没有。路上在哪儿颠的？3号坡。按3号坡清损赔，黑风物流认。下回瓷器走南路，别途径。若他不赔呢？上榜，扣分，停单。山匪怕死，也怕没生意。老爷，能不能别当客户面揭短？服务透明。在进山不讲价，还不吃烧饼，指定有事儿。老爷，那人买烧饼不吃，鞋底会向城南飞药铺。盯住，不惊动。先看他要把谁引出来。这不是普通旧药袋，它和水渠军械箱里的药袋残片属于同一批。许清，登记拓本，雇主是核对军需批号。它可能证明当年假药不是谢家做的。越接近真相，越不能单独行动。我知道。你们越急，越说明我父亲没查错。谢家人还真是不长记性。飞药铺有人灭证！我让你别单独行动，你是听到了还是当风声了？我没死，政务也没死，算你们2个命大。人跑了，人还能再抓，证据没了就真没了。他们越急着回，就越说明我父亲当年没有查错。墙根有人留记号，装醉汉，可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。鞋底灰呢？城南飞药铺的灰。客栈不封，暗中换岗，别让刺客知道我们知道。黑风物流临时护送，别乱跑！抓活的，抓活的公告。这假货的还挺全，不许乱碰。封存，登记发现位置，搜出人，见证人。刚遇刺，还想着登记？不登记，明天奏报上就是燕山山匪刺客，死囚同谋，县令失控。老爷，发现刺客算几等功？重大情报功。若这也叫乱，蕴藏许多地方，怕是连乱都不如。封街搜人，谁敢动，老子先按住！死囚队可以封客栈，夜市若照常开，万一再出事，责任直大。夜市照开，刺客要的就是全城恐慌，百姓停摆。外来贵人看见剑山失控，现在全城一停，他们半赢。那不查了？暗里查，明里吃面。县衙能抓刺客，
也能让日子继续过。人心不能让刺客牵着走。刺杀刚过，你还敢开夜市？不开，百姓会觉得城要出大事；照开，他们才知道事儿还是在县衙手里。可刺客可能还在城里，所以每个摊位都是眼睛，每条巷口都有耳朵。燕大人，今晚蜀水多烧了2桶，医署的人查过。祭秦务工，这座城像一张网，以前是乱网，什么都漏，现在至少能兜住点东西。新靴子就像你，走路还避开水坑。老爷，他们真能查案？他们查的是别人不看的地方。外地老爷，夜市好逛，但别乱钻巷，钻巷要登记，不然我也难写。摘桃子的来了。燕沉州私放死囚，任用山启用罪官，私设票号，擅开边贸，条条乱法。即日起，本官接管进山。大人，进山每一项制度都是为了维持运转，贸然停掉会出事。天下县城都按朝廷旧制办事，偏你稷山特殊，正说明你有问题。会停？什么会停？城会停。没有这些乱规，县城就不能转。哼，本官偏要看看。老爷，我能不能申请吵架？暂缓，先让他自己看。停队可以，先出停队补偿流程啊！你们这叫砸信用！发热区和外商区不能混。钦差有令，私设隔离撤牌。撤了，病人出了事，你签字。一群乱民，竟敢质问钦差！他们不是质问大人，他们是在问今天怎么活。你还敢狡辩？来人，把这个乱政县令拿下！别动，让该看见的人看完。陛下，臣顾文山叩见陛下。陛下，我现在装晕，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，死人比你安静。燕沉州，你胆子不小。陛下，臣现在说那是民间修辞，还来得及吗？你口口声声整肃乱政，却连这座城为何能运转都不问。城门堵，票号停，医署乱，百姓无所适从。你整的是乱，还是生路？臣只是奉命查办。奉谁的命？你说印山不是没罪，是不能只剩罪。臣胡言乱语，陛下可以选择性忘记。朕记性很好，若朕让你把进山这些办法推到更多地方，你敢吗？陛下，印扇子不好看也不好听，用起来得罪人，查起来全是账。真推开，骂臣的人会比现在多10倍，所以你不敢，臣敢。但臣要先问一句：问推开以后，若有人要把这些重新埋回土里，陛下保诏还是保人？都保。那臣敢。老爷，不是路断，是有人把路一段段堵死了。若按原配给发，撑不了几日；若减量，民怨立刻起。若优先守城和医署，普通户会觉得自己被牺牲，寥寥的牵肠不服心钱。启动粮票限额，医署、儿童、伤病、守城人员、关键工坊优先，普通户按人口减量。夜市暂停非必要粮食消耗。要不我去抢点粮？你现在是物流，不是山匪。职业转型真耽误事儿。凭什么我家减量，我也休过去？守城的要吃，孩子要吃，难道我们就不饿？老爷，粮票兑不出足额，票号信用会受冲击。今日开始，
每日公开库存，县衙票号物流死囚队同样限额，没有特供。你也喝少，我也喝少。话说的好听，真饿的时候谁信？你以前靠规矩稳人，如今规矩让人少吃，你如何稳？先让账不撒谎，再让人知道，谁都没躲在规矩后面多吃。光这样不够，朕知道。明天开粥铺，先让人撑住，再谈规矩。严相这招比刀还阴，刀杀人快，断粮杀人心。燕大人，这粥稀的能召见人。老爷，这粥稀的能召见我祖宗。今天县衙喝这个，明天如果还没粮，继续喝这个。你喝一碗能顶什么？顶不了饿，至少顶一句话。县衙没躲起来吃干饭。你能走能抗，去东市吧。凭什么病人多半少？凭他们现在站不起来。谢医官，我孙子昨夜发热，还能领吗？登记，量体温，喝粥，别挤。你把坏消息也挂出来。不挂，谣言会替我挂，而且更难听。不对，指纹太像了，但印泥没有我那一位细金粉。编号避开旧阶段，是新下段。粮荒时出假票，目的不是骗几口粮，是毁票号信用。若百姓知道假票又来了，粥再热，人心也凉了。明早不停队，真票快对，一票核验，把火压在窗口前，别让它烧到全城。我邻居的票被判假，我这张是不是也对不了？我修了3天取，票户不认，我找谁说理？今日3条规矩：真票快对，一票登记核验，凭公册和见证人补发，主动上交假票从轻，明知散票重罚。你说补就补，看今天补不了，你们明天继续骂我。一票核认，真票不对，别挤。今日真票快对，一票核认，主动上交假票从轻。喊得最凶的，手里反而没票。这是招印纸坊的供应线，这纤维压痕，像我父亲旧案的残纸。我不知道谁给的钱，只说谢家那本旧账早该烧干净。留活口，留供词。是有人把我父亲当年没查完的账送回。我父亲查的是有人把烈药混进军需，用账册报合格药。招印纸坊、太医院药房军需押运3条线交叉。当年押运军药的小丽，有一个还活着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谁说真话谁全家完。你装疯这么多年，是怕严相觉得你还有用。谢医官，出去透口气，这个证人不能被你逼死。能确认你家人安全，你愿不愿意交出账？他家属迁走后，2级、1级全断了，早被灭了户籍。明天把真相摆给他看。你被一个早就空了的承诺困住了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他们还是没放过。我藏了半本账，就在旧址庄地窖第3排废纸墙后。这是我父亲的字。烈药入边军，批次被严相调包了。皇帝一走，朝廷不认，离开晋山吧，严相能给你新名字。皇帝走后翻脸，我是不是还是一条死路？你的账还没还完，想跑？你已经走出来的路，我不会让别人一张纸抹掉。空白录制。老子不换名字，我这一页账还没写完。老爷，你是不是迟早要13寨？会，等你们不当山匪，我亲手给你们换新招牌。凭什么还躲？换新招牌！寻良县被堵，票号再现1票，这是有人同时点了4处火。陪虎换路，钱滚滚使用核验。我安排的都没错，可城还是乱了。因为治理从来不是把人摆成棋子。我去认错。这次是我错了，恐慌时县衙没有及时回应，是我的错。1票设等后周，错账县衙公开更正。现在知道了，系统是路，人心才是脚。既然小乱压不垮，那就让他进招运，证据、人心、皇帝都在那里碎。
别拦住我！证据毁了，谢家案就没了。人没了，证据给谁看？燕晨舟，看我干什么？收好证物啊！我是不是还活着？你命硬的像茅坑里的石头。听着真不像夸人。刺客留下了招印军需暗文，岩象越急，说明离真仗越近。地下有东西，像是旧军械房，好东西，不对，好证据啊！你刚才就是想说好东西。做人要诚实，做官要谨慎，善用这些，岩相必咬死你私造军械。所以先上密奏，批复前只修防御器械。既然诸卿都想问，那就照燕尘绸入招议。我不在，规矩照跑，别想偷懒。副本带走，原件留下，怕你连人带证一起丢。燕尘舟，你可知今日朝堂为何问你？知道，臣不是来求饶，是来讨总账的。你私放死囚，收编山匪，法度何存？臣认，但若不放死囚，谁守城墙缺口？救治若能救进山，臣何必思降书？诸位以结果压法度，臣是以活人问死规矩。这些规矩皆可变作你的私事。哼，那就查。有人借旧法灭活路，朝廷也得认账。呈账。连假票实验延迟也记了。燕山琼讲究不了漂亮，只讲究能查。镇抚军没破城，反签了进山账。军中权益不能证明你无罪。臣没说臣无罪，臣说奏报不全。假票纸源指向招印，臣请查纸方。父皇，若纸源属实，理应详查。查招印纸方救攻陷。你开启旧军械坊是为了要挟朝廷。既然严相觉得人不可信，那臣呈账。半本残账，来历可疑，重翻恐伤公信。原件在印山，臣没带，是怕自己死在路上。继续查。殿下，储君之位当以国法为重。那里有粮荒救恶，但也有死囚守城。儿臣想问，旧吏为何救不了进山？去剑山的路也可以很不太平。是。大人别死，死了我们说不清。核查时遇险证据确凿，臣请拘捕裴虎。若被嫁祸也抓，以后谁还敢替朝廷做正事？裴虎本就是山匪，何来正事？假票没接应单，不是漏流程，是伪造者不懂。黑风物流暂不封禁，另查假票来源。布局太齐，像军中操练，鞋底是招运青土土，不是进山红泥。像空车装药，军中操练。招引军需暗线通文，也就是说，袭击者不是黑风，就是有人拿我们当屎盆子扣。储君不可偏信一人，朝臣会说你结党。儿臣若因怕结党而不敢说真话，那才是失职。你长大了，但还要学会藏风。裴总标肘，石阳坡临时改线补单。沈大人在，留点面子。顾主事说面子不入账，连你也要补单。防御器械可修，工程器械不碰，要看先签见证。进山不是没风险，但风险都被你们挂了牌。招运纸坊起火了，封查前夜起火。他们烧的是我父亲的最后一层遮销布。严相开始毁上层证据了。纸坊失火，应先安抚工匠，勿扩大事端。火专烧旧党边料，严相，这火挺14啊！父皇，儿臣请亲赴纸坊查看，封锁出入册纸手册，废止边料领用册。殿下，贸然封存，恐乱民生。本宫封的是火，不是名声。副册柜没烧，纵火的人不知道有副册。
右相府管事严匡领废边料3车。殿下，旧档残缺，年代久远，需要慢查。旧档残缺，封帖到新，防潮防到炒火后第2天，消息挺灵啊。宋平，你疯了！指纹相继不足为证。谢医馆当年确拦过烈药，他要求重新验药，可上令要他背黑锅。这上令从哪儿来？谢家旧案确有疑点，现在有纸坊，有药房，有证人，还差把手伸进两边的人。严宽这位管事忙得很。你不过是个前山匪，能让你继续参与以示开恩，安全为重，暂管1日。协助监管？你这叫把我裤腰带都抽走！皇帝的旨意是只查不接管，皇上根本没有这个坑。这条备用路我早画好了，山匪不只会抢，也会记录。我不交全图，是怕有人拿着去杀人。本官写事实，朝廷不收山路导致延误，黑风备用线补救不接管。沈大人，交错人会死人。黑风线路继续由进山管，朝廷只查。路线不断，那就断人。严宽不是严相，若直接动严相，证据不够。那就先动手，抓他最常用的手。小人只是相府管事，哪懂大案？你不懂案，但你懂跑腿。带走。指向我，不等于指向相府。小人认杂物，不认大罪。相府刚送来的切割文书。他要气我。封门、点册、查仓。灰还热，严相已经准备割仓保府了。严宽没有骗我们，鹤鸣仓就是司库。严宽说的没错，鹤鸣仓一开，我们先断他的舌。鹤鸣仓有罪，严宽有罪，掌柜有罪，军需商有罪，臣不必责。愿查，但臣更要问：太子殿下近来与燕辰州同进同出，绕过3司常规流程，亲自封仓查账。若此例一开，东宫借小案干预朝政，朝纲将乱。燕辰州善古人心，陛下不可不防。严相说的对，储君不可越权，所以孤每一次查封都有父皇手令。若孤亲眼看到纸坊起火而不查，看见药房换业而不问，那才是失职。殿下年轻，难免被人牵着走。孤不是被他牵着走，是被证据推着走。臣请3司复核全部证据，燕辰州不得再插手。你不是怕我插手，你是怕我继续往下挖。严宽被割喉后说不出话，他用血写下这2个字：冷井。大人，严宽没说在哪儿。昭印城里叫冷井的地方有7处。越不想让人查到的地方，越会取个普通名字。查城西。下面是空的，还有铁门。宁王掌兵多年，朕一直以为他只是贪权。几条线若合在一起，不只是贪权。他想让边境先乱，再借平乱掌权。那就让他自己动，只拿严相，宁王会缩回去。不动，等他们把冷井帐、军饷帐送上朝堂。宫变不可半分差错。传令宫中内线，控制御药房和宫门药库。明日，本王入宫请安。爱子忧急失措，不宜主政。自今日起，本王暂设监国之权，
老爷，冲！不冲，皇城也是一座城，城被封了，就按制城的办法拆。燕辰州，你会治一县，难道还治得了皇城？宁王封的是宫门，不是所有流动。饭要进，药要送，文书要走，污水要排，欠饷进军还要吃饭。老爷，这时候你还管排水？宫变也得排水，堵了更乱。初步判断，皇城也逃不过基层治理。燕辰州，退兵，否则进山军犯阙，满城罪人，皆因你死。严相，进山人以前确实常犯错，但现在他们都会走流程。太子殿下在吗？我们老爷说，皇城也该接受基层治理了。告诉燕辰州，宁王要玉玺，孤便给他一个能伸手的机会。王爷手里那块是假的。你父亲若识趣，早该闭嘴。他没闭嘴，所以你怕了20年。宁王，你想用假的玉玺盖真的反心？朕想让你入阁，协助太子整顿新政。陛下，臣能不能不生？先把一个地方真正救活，比在朝堂上多说10句漂亮话有用。撤进山县罪及旧名，改设进山新城。县令大人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下次别再把伤口弄裂。你在担心我？我在算缝针的次数。